以上就是今年的工作计划。综上所述，接下来1年我们的工作重心依旧是继续清理崩坏遗迹和协助城市重建。不知不觉又过了1年。说起来，重建的工作现在已经推进到长空市，天命也在那里布置了基地。那既然幽兰戴尔大人没有异议，我们就出发啦。是该出发了。接下来这1年，我们能做的只有不辜负人们的期望，让一座座城市重新焕发光芒。幽兰戴尔大人，会议已经结束了。啊？今天的会这么早就结束了？是呀，幽兰戴尔大人很专注呢，或许已经在思考给大家准备什么样的新年礼物最能带来惊喜了。新年礼物？是的，刚刚德丽莎主教说今天放假1天，而且晚上还会办新年聚会呢。因为去年结余的活动经费还有很多，德丽莎大人准备拿出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新年礼物，以天命的名义赠送给大家。这一次的现场需要我来布置，所以挑选新年礼物的事情就交给2位了。苏莎娜，难得的机会，一定要带着幽兰戴尔大人慢慢挑选，好好的筹备哦。丽塔的笑容似乎别有心思，但我没有证据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幽兰戴尔大人，我们出发吧。哇，幽兰戴尔大人，快看这边，好多店都推出了新年特别商品。哎，是新年的动物系列。幽兰戴尔大人有喜欢的动物吗？大部分小动物我都挺喜欢的，不过如果要选一个的话，大概是猫吧。从数量上来看，上架的猫玩偶要比狗玩偶更多，果然还是猫更有人气。是不是应该多挑选一些猫玩偶？但是丽塔好像提到过，她更喜欢狗一些。等等，在猫狗之中，似乎有另一种很可爱的动物，圆滚滚的脑袋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早上好呀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们，好巧啊！哎，希尔，你们怎么也在这儿？罗萨莉亚和莉莉亚昨天为孩子们准备了跨年活动，孩子们最近好像在学画画，给我们画了很多可爱的画像，所以我想在回去的时候给他们带些新年礼物。你就是太宠那些孩子了，要我说，不该惯着他们。写完作业的孩子才能拿到新年礼物。可是，希尔，你拎着的购物袋里似乎给每个孩子都挑了一份，而且都是孩子们心愿单上填写的礼物呢。什么心愿单？我才不知道，都是巧合。那些孩子收到礼物后一定会很开心呢。都说了，才不是给他们挑的。年幼时小小的心愿得到回应，对孩子们来说，是成长过程中一段温暖的记忆。哼，只要他们能老老实实不捣蛋，比什么都强。希尔，你呀，总是这么说，其实比谁都希望那些孩子们能开心。我们先走了，尤兰戴尔、苏珊娜，晚上新年聚会的时候再见吧。好，晚上见。苏珊娜，
我已经选好了，买完单我们就去下一家店。这就选好了，而且已经打包好了，好有效率，不愧是尤兰戴尔大人。这家店人很多。这是上个月才开业的周边店，以女武神元素为主题，贩卖各种神奇的小东西，在天命、八卦、万事通上讨论度可高啦。是吗？这件商品总觉得有些眼熟。这是之前调查新品的主题元素的时候，我们投票投出来的。当时天元奇英的得票遥遥领先，因为大家都觉得尤兰戴尔大人总是帅气又认真，是激励大家努力向上的榜样，非常契合新年的主题。只是这件事好像忘记同步它了。还搭配了推荐语，实在非常用心。我看看，写的是在这个新年将美好的瞬间记录下来，未来在此开创。救命！这好像还是我写的推荐语。尤兰戴尔大人，这个是写得很不错，做工很精细，魔术贴的设计也很好。尤兰戴尔大人居然给出了正面的评价，而且很开心的样子。苏莎娜，带上这个。还有那边的苦瓜玩偶，以及这个，他们应该会喜欢吧。好的。尤兰戴尔大人，在这里稍等一下，拿的东西有点多，我先把零钱塞到口袋里。硬币掉了。再来一次，这一次肯定能出异色涂装的新年限定款。硬币是你们的吧？布罗尼亚和牙医，你们看起来收获满满，真稀奇，平日很少看见幽兰戴尔逛街呢。其实新年的第一天理应出来走走，你们看起来也是收获满满呢。主教让我盯着点布罗尼亚，他已经在工作室的沙发上睡了好几天，今天必须好好回家休息。我是打算回家补觉的，只是没想到蹲在这里玩扭蛋机，刚好被我发现。只是运气不好而已。这已经是第20次了，布罗尼亚。限定款的概率是5%，20是获得一个限定款的期望值，所以至少也要尝试20次。很符合统计学的说法。那么，这次抽出来了吗？不，很遗憾，是第5个普通涂装异款。阿拉哈头的新年限定款单盒很特别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限定款的异色涂装非常帅气，每台扭蛋机里只投放了1个，可以说十分稀有。所以能不能抽到，全凭运气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无法判断一台机器里限定款是否已经被抽走。确实，或许我们应该去下一台扭蛋机那边试试。积攒了这么多运气，下一次肯定一发就能出。好吧，不过逛完这里可不允许去工作室。我给你带了自己做的花茶，对安神助眠很有帮助。放心，这次肯定不回工作室，代码已经上传云端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搭建开发环境。那么，大家晚上再见。晚上见。祝你们好运。概率微小，随机性强，无法计算且不可控制。不过，试一试也无妨。希望可以把这份运气送给 Bronya。尤兰戴尔大人，这个
这个好像是限定款。嘿嘿，这一次肯定能给大家一个惊喜，每一件礼物都非常可爱，多亏了尤兰戴尔大人。需要买的东西都买齐了，我们回去吧。累了？没有，只是我们是不是忘了些什么？不是每个人都有礼物吗？苏莎娜该不会以为我忘记给她买礼物了吧？心思都写在脸上了，真好动。放心吧，礼物都齐了。哎，礼物提前拆开就没有惊喜了，再耐心一点，今晚你就会知道。所以，尤兰戴尔大人果然没有想起来自己的礼物吧？那大家的计划就能顺利进行了。好的，那我们赶快回去吧。事先说好，今晚所有人都不许聊工作。尤兰戴尔大人今晚似乎格外的幸运呢。说起来，聚会进行到这个时候，也该来一些娱性节目了，比如一些新年小礼物。好，这里是德丽莎主教委托我准备的新年礼物，希望合大家心意。每个人一份，快来拆开吧。是蝴蝶的胸针，好漂亮。我的也是，和你的款式一样，只有颜色不同。希儿戴上更像老师了。这是异色涂装的新年限定款。精致的茶具，给人一种平静的感觉，我很喜欢。哎呀，我拿到的是看起来很可爱的狗狗玩偶呢。不愧是尤兰戴尔大人，果然很了解大家呢。这是什么？天命周边店发售的苦瓜玩偶？他们什么时候把这个东西拿出去量产了？哇，是小熊！原来这个动物系列是有小熊的，毛茸茸的耳朵还一弹一弹的，好可爱！尤兰戴尔大人，谢谢你。这是什么礼物？尤兰戴尔大人，我记得我们当时好像没有包装过这两个盒子。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这恐怕是……果然，你看现在箱子里面留下了什么？
2张纸条。新年快乐！伟大的石之律者女士为你们献上这份礼物，以及新年快乐！不能赶到实在可惜。这是我在旅途中遇到的一种花卉，当地人相信这种花环能带来好运，我也希望能和大家分享这份祝福。看来是来自小石和班长的礼物呢。得去跟他们说一下，多拍点照片，之后工作室做场景原画的时候参考用。即使远在异国他乡，大家的心还是连在一起呀。是啊，没想到还能收到来自南半球的礼物。但是，尤兰戴尔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好像漏了什么？难怪那时候苏珊娜一直盯着礼物袋看，原来我忘记准备自己的礼物了。不要紧，我今天已经很满足了。那怎么能行？每个小朋友都应该收到礼物哦。丽塔，准备好了吧？当然，德丽莎大人。尤兰戴尔大人，这是属于你的礼物，请收下。快打开看看吧，尤兰戴尔大人。你们，好。谢谢大家。在吹蜡烛之前，记得许愿哦。没想到，给各位准备新年礼物的我，才是收到最大惊喜的那个人。毕竟，今天是特别的一天。这是我和希儿一起准备的礼物，希望你会喜欢。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新年礼物哦。没错，准确来说，这是新的开始。还有我准备的礼物，生日快乐，尤兰戴尔大人！谢谢你们。不过，我确实没有想到会以新年的方式和大家一起庆祝生日。还记得吗？生日是大家抱着对1年来成长的纪念，以及对未来许下的心愿所度过的日子。新年也是一样，是每个人都会期待新的开始的日子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或许新年和生日的意义是一样的，一同庆祝也非常合理。谢谢你，丽塔。不过呢，尤兰戴尔大人，策划这件事的其实另有其人。啊，该不会是……我看看，哎，大家都在啊！哇，有这么多零食，是不是很羡慕？还有很多新年礼物呢。那是不是也有我的一份啊？当然有了，等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给你带过去。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。哎呀，你们那边果然好热闹啊！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提安娜。姐姐，我还以为这时候你肯定要去训练室了。假期怎么样？蛋糕是不是很好吃啊？是一个充满了惊喜的假期。蛋糕味道很不错，甜度刚刚好。谢谢你，提安娜。是吧？这个蛋糕我和丽塔商量了很久，该怎么……等一下，你发现了？好吧，我就猜你也会很快发现。那么，还有一个未署名的礼物，也是你准备的吗？这个啊，其实是，不行，这个我不能说，估计一会儿老爸就要给你打电话了。
果然是他。他还让我叮嘱你，今天就不要总想着训练和任务了，好好放松一下。啊，等等，时间快到了，姐姐，快看窗外。今天晚上原来还有烟花秀。天命特别给大家准备的，而且为了提安娜，我们还做了一点特殊的布置哦。牙医，拜托你了。交给我吧。倒计时开始，3、2、1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刚才信号怎么突然波动了一下，而且还有好多杂音。牙医，你刚刚不会是不小心用了全能吧？笨蛋提安娜，抬头，往地球上看。哼，你可不许骗我啊！哦，让我看看地球的方向。哇，是极光！原来牙医使用全能是为了这个。这下提安娜就能和大家一起欣赏同样的景色了。这可是 Bronya 姐姐的提案呢，毕竟是新年聚会，要让每个人都玩得开心才行呀。大家都在看着同一片极光，就像我们一直在一起一样。烟花秀和极光，真是绚烂的美景呢。烟花和极光都很漂亮。新年总是伴随着对未来的期待，在来年，大家总会想要迎接崭新的自己和崭新的生活，等待一个全新的开始。但对我来说，当时面对的一切确实都是崭新的开端，所以即使是随手选择的日子，在那一瞬间也有着对崭新未来的期许吧。新年快乐 Kiana， 明年一定会是一个美好崭新的开始。一定会的，姐姐，新年快乐！